在大家热情的呼唤下，我们的保护员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快和他们交交手吧！自2013年以来，长隆10年为一届，共引进9头虎鲸，成功保育了12只虎鲸的健康成长，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单体海洋馆当中最大的12只虎鲸种群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当中的成员。那么我们的虎鲸朋友呢，非常的聪明，能够感受到现场朋友们的欢呼声和呐喊声，所以朋友们哪边的欢呼声最大，虎鲸朋友就会出现在哪一边。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虎鲸朋友会出现在哪里呢？没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头虎鲸呢，是世界上单体海洋馆当中体型最大的一头，它的名字叫做 Tyson。现场的小朋友，我们可以猜一猜这头虎鲸叫什么名字呢？虎鲸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所以这一次他再度出发了，做好准备。右边的朋友们，呐喊声还有吗？没错，虎鲸朋友呢，在自然界当中也会通过跃出水面的方式和同伴们进行相互交流。没错，刚才一个非常帅气的冲台起飞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当然，虎鲸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了，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定了要和大家正式见面。所以现场的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手中的相机和手机啊，保持开机状态，对准浅滩处，一定不要眨眼哦，因为稍后我们的虎鲸朋友就会和大家正式见面。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经过刚才的虎鲸朋友啊表演啊，我们的自然行为展示怎么样？我们的虎鲸帅不帅？那你们还想不想看？好，朋友们非常热情。当然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虎鲸朋友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自然行为展示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其实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虎鲸家族来到了宇宙飞船之后，在我们保育专家的精心照顾之下，2019年4月5号，虎鲸宝宝一龙出生了。这是首次国内海洋馆虎鲸繁育成功，这又是一次长隆奇迹的诞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回到那个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吧。视频当中这一位就是一龙的妈妈，我们的保育专家们每天都要为她进行医疗体检，为她的健康保驾护航，还要陪伴着妈妈快乐的玩耍，保证她的心情愉悦，同时也要保证她们充足的营养。这就是壁桥下的一龙。让我们回到2019年4月5号，可以看到虎鲸妈妈已经到了一个待产状态，相信此刻朋友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3、2、1，哇！一龙宝宝顺利出生，来吧，朋友们，掌声响起来，让我们为长隆
奇迹欢呼。没错啊，一龙呢也是首支国内虎鲸自然繁育的虎鲸宝宝，确实非常难得。在一龙宝宝出生之后，保育专家共同努力之下，一龙的弟弟二龙也在2021年出生了。没错，一龙还有一个妹妹，叫什么名字啊？没错，正是可爱的三龙，也在去年顺利出生。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太仓大学堂内一共有3只非常可爱的虎鲸宝宝。一会儿呢，虎鲸朋友也会来到大家的最近处，同时他们和保育员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份小小的惊喜。现场的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来一起期待一下，他们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温暖的掌声送给他们。没错，一定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位非常优秀的保育员。怎么样，现场的小朋友们？通过刚才这一个温馨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虎鲸朋友其实和我们保育员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头虎鲸和一龙是什么关系？哎，我来告诉大家，这头虎鲸呢，其实是一龙的爸爸。哈哈，没错，一龙呢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只非常开朗的白羊座的大男孩。那接下来呢，一龙会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虎鲸小知识，请看大屏幕。嗨，我叫一龙，白羊座阳光开朗大男孩，听名字就知道我是第一头在长隆出生的虎鲸。我们虎鲸在江湖上人送外号海中胖虎，拥有熊猫同款出色，
和人类一样是哺乳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豚。历史记载，最大的虎鲸长达9.8米，几乎和一辆学校巴士一样长。我们是站在海洋食物链顶端的猎食王者，什么海鱼、海鸟、海龟、海豹、海狮、海象、海豚，进到我的嘴里只能叫海鲜。虽然我们很霸道，但是牙口不太好，掉一颗没一颗不会再长了。所以我们吃东西不用牙嚼，只用牙叼，然后大口吞下。我们的大脑和人类大脑非常相似，智商放眼整个生物圈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虽然很多时候都在干翻山，外出捕食主打一个团队协作，大师级的语言能力，暗通战术、造浪术、搁浅术、击鼓前置术、漩涡制造术、围棋空手道术、声东击西，这何为之事？群起攻之。我们至少能发出62种声音，嗓门可以很大，宽10几公里，也可以说悄声话、吐槽、八卦，谁家孩子上北大，不同部落、不同方言、不同口音吵架。我们跟人一样防备呼吸，水里睡觉容易窒息，得时不时浮出水面吸氧，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半个脑袋保持清醒。眼睛在这里啦，你绝对想不到我们一个五根植物。我们的祖先原来生活在陆地上，竟然长得像狼，后来才搬到水里，为了游得快，灵机一动带上手斧。你们要是看见我跟你们挥手，是真的在挥手哦。我们是群居性海洋生物，由最大的雌性长辈带领，形成母系社会。每个虎鲸妈妈怀胎17个月才能生产，一胎只能生一个。幼崽出生后，会由家族里的雌性长辈共同抚养长大，而且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母亲。这就是我们虎鲸，海中霸王，也是萌萌妈宝。相信朋友们通过刚才的视频之后，也更加了解了我们虎鲸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探索大学堂，随时随地都有奇迹发生。没错，快和动物朋友们挥挥手，欢迎他们，欢迎我们的鹈鹕朋友来到现场。相信啊，这一幕朋友们仿佛感觉来到了海边，感受到了阳光，感受到了大海，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那么刚才没有拍到朋友没有关系，鹈鹕朋友们也回来了。其实啊，来到现场的这种鸟类呢，它们的名字叫做鹈鹕，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它们的体长呢，最长可以达到1.6米，臂展最长可以达到惊人的3米，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鸟类。相信现场细心的小朋友已经发现了，鹈鹕朋友出场的时候，虎鲸朋友不在，对不对？那是因为啊，鹈鹕呢也在虎鲸朋友的食谱上，所以呢，它们俩是不能够同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的。那么其实呢，前段时间我们的探索大学堂也吸引到了一位著名的央视主持人撒贝宁撒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撒老师呢，不仅和虎鲸亲密互动之后啊，还拍下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啊。那么今天我要在现场当中啊，选出一位最幸运的朋友啊，上来可以和虎鲸拍照留念，谁想来？啊，今天现场的人数这么多，声音太小了，你们一点都不想来，谁想来？好，听好了，我选人也是有要求的，听好了啊，第一点啊，必须是大朋友啊，大朋友啊，因为我们也要为小朋友的安全着想，大朋友。来，第二点啊，我要挑选全场当中最美、最热情的，来把手举高。好，这样吧，大家都想上来，对不对？为了公平起见啊，那哪边的朋友声音最大，我就在哪边选，好不好？没错，就是你。来，请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来吧，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没错，有
手机的话，也可以把手机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拍下这个非常美好的瞬间。来吧，接下来，哇哦，是一位女士，今天来到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准备工作，好不好？双脚各轻踩一下，来吧。然后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好，首先这位女士，我们面向全场的观众，和他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Say hello， 来。没错，我相信他们一定都很羡慕你，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先认识一下好不好？采访一下，来自哪里？来自广州。来自广州，今天和谁一起来的？我的老公还有宝宝。啊，很棒啊！我看到他们了。一会儿呢，我送你一份礼物啊，可以和虎鲸朋友拍照。但是没那么容易啊，你得通过我一个小小的考验，好不好？好，要是他考验不通过，我重新选，好不好？好，你喊成这个是吧？啊，来，听好了。问题就是，虎鲸宝宝一龙是出生于哪年哪月哪日的呢？来，请回答。可以寻求场下朋友的帮助啊！来，怎么样？悄悄告诉你白羊座啊！来，大声说出你的答案。哪年？哪月？哪日是19年4月。几号？2019年4月几号5号。很遗憾，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啊，正确的，没错，正确答案就是2019年4月5号。好，接下来虎鲸朋友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这里，然后面对手机镜头拍下这个非常美的照片。那么现在的时间呢，你可以想几个非常美的拍照姿势，好不好？对着我们的手机镜头啊，来，我们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一只大虎鲸还是小虎鲸？哇，是一只大虎鲸。来，我要把最佳的机会留给您，来，抓紧时间。好，面向镜头，没错。来，再换一个姿势，对，把你的袖口往后一撩啊，对，来，好，抓紧时间，3、2、1，好了，谢谢。同时，我们还有一份勇者徽章送给你，好不好？要不要？来，可以回去送给你的小宝贝，来送给你。之前啊，没那么容易啊。听好了，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啊，快问快答，1秒钟之内回答出我的正确问题，好不好？听好了啊，请问，刚才和你拍照的动物是白鲸还是蓝鲸？换。白鲸。错了，应该是虎鲸。玩了这么久啊，什么动物不知道啊？没有关系，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难，做好准备啊！听好了，请问，你觉得主持人长得帅不帅？帅。拿走。来，请回。来吧，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位非常诚实的美女。好，没错啊。好，也相信朋友们通过刚才的互动环节结束之后呢，看得出来虎鲸朋友其实是非常相信人类和非常喜欢和人类玩耍。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爱护我们的海洋动物。在互动环节结束中，还有更加精彩的庆典时刻等待着大家。现场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挥动起来，一起进入到今天最为精彩的庆典时刻。朋友们，还记得吗？虎鲸朋友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声音啊！所以现场的朋友做好准备了，虎鲸朋友马上就来到你们的面前呐喊声。虎鲸朋友给大家展示的是他的超级速度，他们能在海中呢以每小时55个公里速度进行游泳。接下来，我们目光
边的朋友做好准备，虎鲸朋友要给你们送惊喜啦！朋友们，你们的声音就是虎鲸朋友最大的动力。没错，接下来这朵浪花将来到中间。相信啊，大家也感受到了虎鲸朋友为大家带来快乐的雪花，对吗？现在虎鲸朋友又要来到大家的最近处啦，让我们看向浅滩处。马上，今天最为精彩的起点环节呢就要到来了。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保育员和虎鲸朋友们正在进行密切的交流。现场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最佳的拍照机会。接下来，让我们把手机和照相机调至开机状态，对准浅滩处，因为今天最为精彩的庆典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啦！现场的小朋友们，跟随景涛一起倒数3秒钟。最佳的拍照机会！来吧，朋友们，再一次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怎么样，现场朋友们？如果感觉今天的探索大学堂足够精彩、足够震撼的话，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你们的声音，好吗？热情支持。那么今天的探索大学堂呢，景涛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但是呢，属于宇宙飞船的精彩却还在继续。稍后的时间，我们的超级海浪也将会再次来到现场。我们设置超级海浪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大家观赏体验，更加重要的是为虎鲸营造了一个他们最为喜欢的冲浪环境。另外，今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30分，在飞船演艺美术广场还有精彩的演出在等待着